你最近打开市场，有没有一种很乱的感觉？好像每天都有人跟你讲 AI，你可能前一晚还在研究英伟达，第二天市场焦点已经转到台积电，再刷新几次新闻，伺服器、散热、电力、光通讯、AI PC、机器人、自驾车、AI 软件，全部好像都变成下一个机会。你心里很自然会问一句：到底现在 AI 要买哪一批？买最前面的英伟达会不会已经太高？买后面的供应链会不会只是跟风，等它回调再买？又怕一等就没有机会，直接追进去，又怕自己变成最后接货的人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这条片我想你认真听，因为这次英伟达台北 GTC 重点不是给你一个明天升跌的答案，它更像是给市场一个提示。AI 这个故事正在由一个很窄的故事变成一个很大的生态。现在 AI 叙事已经不是这么简单，它开始由一粒晶片变成一座人工智能工厂，由云端模型变成会自己做任务的智能体 AI，由资料中心走到你桌上的 AI PC，再由电脑荧幕走入工厂、机器人和自驾车。这就是我今天想带你看的东西，不是叫你听完立刻冲进去买，而是你要先知道这个 AI 叙事走到哪里，资金可能由哪里流到哪里，之后你再用技术分析找自己的买点、止损和风险回报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。这次台北 GTC 我会用一句话去理解，英伟达想告诉市场 AI 不只是聊天工具，也不只是晶片生意，它正在变成一种新的生产系统。以前工业时代，企业要赚钱要有工厂，工厂里面有机器、有电力、有工人、有物流、有管理系统，它把原材料变成产品。但是在 AI 时代，企业想要生产的东西，很多时候不是一部车、一部手机，而是智能。例如，客服要自动回答客户，工程师要 AI 帮手写程式，设计师要 AI 生成图片和影片，企业要 AI 帮他分析资料、写报告、做预测，甚至执行工作流程。这些智能从哪里来？不是凭空变出来，背后要有大量算力。这一整套东西就是英伟达一直讲的人工智能工厂，也就是 AI Factory。所以你看，这次 GTC 不要只看它有没有出一粒新晶片，真正要看的是英伟达正在把市场的注意力由买 GPU 推到建人工智能工厂。这个转变很重要，因为一旦市场开始相信企业不是买几张卡试一试，而是真的要一座一座人工智能工厂建起来，那受益范围就不只是一间公司，它会牵涉到整条供应链。所以这次很多人看 Keynote 其实不是只听技术，他们是在听黄仁勋和官方资料里面哪些公司被点名。市场很容易把这件事理解成报名牌，但我的看法不是这样。被点名代表这间公司在英伟达生态里面有角色，可能是制造、伺服器、晶片、电力散热、机器人或者云端基建。我会把这些名字当成观察清单的起点，而不是直接买入的答案。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你看到 AI 题材不是只有英伟达在动，你会见到资金不是固定停在同一个地方。市场一开始看伺服器，之后把注意力推到电力和散热，再延伸到记忆体和光通讯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市场乱炒，但是背后其实有一条很清楚的逻辑。如果人工智能工厂要扩张，哪一个环节会成为下一个瓶颈？瓶颈在哪里，资金就可能去找哪里。我们先把人工智能工厂讲清楚。你可以想象一间餐厅，以前客人不多，一个厨房、一个炉头已经够，突然之间全城的人都来点餐，而且每张订单都越来越复杂。你不可能只买多一个煎锅就解决问题，你要更大的厨房、更多炉头、更强的抽风、更稳定的电力、更快的出餐流程，还要有人管理所有订单。人工智能工厂也是同一件事。如果 AI 只是回答几句话，算力需求是一回事，但如果 AI 要帮企业处理工作流程，要同时服务大量用户，要做到安全、稳定、低成本、高效率，背后就不是单一 GPU 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系统的问题。这次英伟达特别强调 Vera Rubin 平台进入全面量产，还提到台湾大量伺服器和供应链伙伴会参与量产。在整座人工智能工厂落地这件事上，被放到台前的公司包括戴尔等等这些全球伺服器和系统厂，台湾供应链里面亦包括华硕、鸿海这类系统和伺服器相关公司。你不要把这些名字理解成英伟达叫你买，更准确的看法是，英伟达要把 Vera Rubin 和人工智能工厂推到全面量产，需要这些公司帮他做系统、整机柜、伺服器、储存、网络和交付。他们是协助英伟达把技术变成真实产品的落地伙伴。下一阶段 AI 竞争会由单点晶片走向整机柜、整个资料中心、
整座人工智能工厂的交付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看几个方向：第一，伺服器和整机柜，因为人工智能工厂要落地，最后一定要有人把系统做出来，交给云端公司、AI 实验室和大型企业。第二，电力和散热，算力越密集，耗电和热量越高。如果一座人工智能工厂像一个超级厨房，电力就是煤气和电，散热就是抽风和冷气，没有这些东西，你有再好的晶片也跑不起来。第三，网络、光通讯和 CPU， 很多散户只看到 GPU， 但人工智能工厂里面不是一张卡自己工作，大量 GPU 要互相沟通，资料要高速流动。如果网络太慢，就像厨房里面每个厨师都很厉害，但传菜通道塞住，整间餐厅一样做不快。第四，记忆体和储存，智能体 AI 要读资料、保存上下文、调用工具、处理大量任务，所以记忆体、储存、资料传输都会变得更加重要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不是市场随便换一个焦点，再换一条供应链那么简单，这是一条由需求传导出来的供应链。但我也要提醒你，供应链有故事，不代表每一只股票都值得买。我的角度不是听故事就买，我会先看这个板块有没有真正跑赢大势，板块入面谁是龙头，龙头有没有创新高，回调时守不守得住，成交量有没有配合。如果一只股票只是名字沾到人工智能工厂，或者只是在名单里出现，但是图表完全没有强势，那我不会因为故事好听就冲进去。接着讲智能体 AI， 也就是市场常说的 Agentic AI， 这个概念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。我想你看的是这次台北 GTC 把智能体 AI 和人工智能工厂放在一起，背后代表什么投资讯号。以前的 AI 比较像一个问答机，你问一句，它答一句，但智能体 AI 更像一个会帮你做事的助手。你叫它整理一份行业报告，它不是只回答一段文字，它可能要先理解你的目标，再上网找资料，再读文件，再比较不同公司，再做表格，再写摘要，最后帮你生成一份可以用的报告。一个简单指令背后可能拆成几十步、几百步，甚至更多步，每一步都要消耗算力。这就是为什么英伟达会把人工智能工厂和智能体 AI 放在一起讲，因为如果未来 AI 只是聊天，需求是一个层次，但如果未来 AI 要做任务、调工具、跑流程、长时间工作，那算力需求就会变成另一个层次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投资问题，市场以前担心什么？担心大公司花太多钱买 GPU， 最后 AI 赚不到钱，也就是所谓 AI 资本开支会不会过度。但是如果智能体 AI 真的开始进入企业工作流程，人工智能工厂就不只是成本，而可能变成收入来源。企业用 AI 产生更多效率，云端公司用算力卖服务， token 和推理需求继续增加，这条生意才有机会形成闭环。所以你看 AI 股不可以只问模型是不是很厉害，你要问三件事：第一，使用量有没有增加；第二，推理和 agent 任务有没有真的跑起来；第三，算力需求有没有变成收入，而不是只变成成本。这三件事会影响市场对整条 AI 基建链的信心。如果市场相信智能体 AI 可以带来真正需求，人工智能工厂的估值故事就会更稳。如果市场发现只是展示很漂亮，商业化很慢，那前面升得很快的概念股就会很容易回调。所以这里你不要只听名词，你要看名词背后有没有生意，有生意再看股票有没有强势，有强势再等买点，这个顺序不能倒转。第三个方向是 AI PC，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有感觉，因为人工智能工厂可能在资料中心里面你看不到，但 AI PC 是你和我每天用的电脑。英伟达和微软这次推 RTX Spark 想讲的其实不是单纯电脑又快了一点，他想讲的是个人电脑的角色可能会改变。以前你的电脑是一个工具，你开 Word 你自己写，你开 Excel 你自己算，你开剪片软件你自己剪。但如果 AI 真的进入 PC， 电脑就不只是工具，而可能变成助手。你可以叫它整理文件、搜寻本机资料、生成图片、剪影片、写程式，甚至在不同软件之间帮你完成工作流程。而且有一部分任务可以在本机跑，不一定全部丢上云端。这对企业和个人有两个吸引力：第一是速度，有些工作在本机直接跑，反应可能更快；第二是私隐和安全，有些资料企业不想全部上云端，如果本机 AI 能够做到，企业就多一个选择。所以 AI PC 的故事不只是卖一部新电脑，它真正想象空间是会不会出现一轮新的换机潮，公司会不会换一批新电脑，创作者、工程师、AI 开发者会不会愿意买更高规格的设备。如果这件事成真，受益的可能不只是一间公司。这次市场留意的不只是英伟达和微软， AI PC 这条线前面有联发科和台积电，
因为相关晶片设计和制程会影响它能不能真正量产。后面有华硕、戴尔这些 PC 品牌，他们的角色是把英伟达的 AI PC 想法真正变成可以卖、可以出货、可以进入企业和消费者手上的产品。所以，个人电脑品牌、CPU、GPU、记忆体、散热、电池、软件、生态都会被市场重新拿出来看。但我会怎样判断？我不会因为 AI PC 三个字就立刻买，我会看4个验证点。第一，产品是不是今年真的开始出货，而不是停留在发布会。第二，价格和体验能不能令普通用户或企业愿意换机。第三，软件生态有没有跟上，因为没有好用软件，再强的硬件都只是规格表。第四，相关股票有没有开始跑出相对强势，这就是我的做法。先理解故事，再等市场用股价投票。如果 AIPC 只是新闻很热，但是相关板块不强，我会先放观察清单。如果它开始有产品、有出货、有软件、有股价强势，那才值得认真跟进。第4个方向是实体 AI，也就是市场常说的 Physical AI。AI 不再只是活在荧幕里，而是走入现实世界。例如，工厂里面的机器人、仓库里面的自动化设备、汽车里面的自驾系统、医疗、物流、制造里面那些可以看、可以动、可以决策的智能设备。以前 AI 多数是帮你生成文字、图片、程式，实体 AI 是让 AI 连接感测器、镜头、机械手臂、汽车和工厂设备。它不只是回答你，而是要在真实世界做动作，这个想象空间很大。这次 GTC 相关节目里，市场亦留意到几个名字，例如达明机器人代表机器人和工业自动化，台达电代表电力、能源管理和工业自动化，和硕、鸿海则代表电子制造、工厂落地和机器人应用场景。我不会说这些名字被点到就等于全部都要买，但它告诉你一件事：英伟达讲实体 AI 不是只讲一个机器人概念，而是要靠一批工厂、电力、自动化和制造公司把 AI 放进现实世界。因为一旦 AI 真的可以稳定进入工厂和机器人，市场空间会非常大。但我也要讲清楚，这一段是散户最容易受伤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越有想象空间的东西，越容易炒概念。一间公司只要说自己有机器人、有自驾、有 AI 感测器，短期股价都可能被炒起来。但概念和生意是两回事。我会问几个很现实的问题：它有没有真正产品？有没有客户？有没有收入？收入增长是不是开始反映毛利和现金流会不会被大量研发拖住？更重要的是，市场有没有真的用股价确认它是强势股？如果只是公司讲故事，但是股价长期弱过大势，我不会去持有它的。越接近真实应用，故事越大，但越接近早期概念，风险也越大。所以实体 AI 可以放入你的中期观察清单，但交易上一定要更加严格，不要因为一个机器人影片很震撼，就忘记买点和止损。市场最喜欢用漂亮故事吸引散户在最兴奋的时候冲进去。讲到这里，你应该已经不是只听到几个名词，你应该看到一条线。AI 先由模型训练推动 GPU 需求，GPU 需求放大，带出人工智能工厂。人工智能工厂要落地，就需要伺服器、电力、散热、网络、记忆体、储存。智能体 AI 如果跑起来，推理需求会继续放大。AI PC 把 AI 从云端带到个人设备，实体 AI 再把 AI 从荧幕带到工厂、汽车和机器人。这样你就不会再用很散乱的方式看 AI，你不会听到散热就追散热，看到机器人就追机器人。市场一讲 AI PC 又急着追 AI PC，你会先问资金现在走到哪一段？我会把它变成4个步骤。第一，判断叙事阶段，现在市场是在炒最上游的英伟达，还是在炒人工智能工厂的基建，还是在炒 AI PC 的换机潮，还是在炒实体 AI 和机器人？每一个阶段，市场愿意给的估值和承受的风险都不一样。第二，看板块共振，如果只有一只股票强，其他同类股票都弱，你要小心，那可能只是单一消息。但如果同一条供应链里面，龙头、次龙头、相关设备、零件、材料都开始转强，代表资金可能真的在扩散。第三，找最强股，不是找最便宜股。很多散户一看到某只股票升了，就觉得贵，然后去找还没有升的股票，以为自己比较聪明。但强势题材里面，最值得留意的，通常不是最便宜，而是最早跑出来、回调、守得住、突破有成交量的股票。这就是致富雷达的概念。你要先找出市场真正认同的强势股。第四，等买点和错点，这就是致富密钥和致富护盾。好股票不等于任何价位都可以买，你要知道自己等的是突破，还是回调，
还是横行整理之后再突破？你也要知道，如果你看错了，哪个位置代表故事暂时失效；如果你连错了，在哪里走都不知道，你不是在交易，你是在下注。所以我今天不会跟你讲买这一只就对了，因为这种答案很快会过时。我更加想你学会的是，以后每次 AI 叙事再升温，你都可以自己做一张观察清单。你有这张表，才不会每天被新闻牵着走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你发现自己过去经常有一个问题，AI 新闻你不是不知道，热门股票你也不是没有看过，你真正卡住的地方是不知道哪一条线才是主线，不知道哪一只才是强势股，不知道什么位置才可以买，也不知道一旦看错应该怎样走。那你缺的就不是更多消息，你缺的是一套进出场系统。我准备了一堂60分钟的银市技术公益课，免费教你先建立最基本的交易判断。这堂课不是叫你靠消息买卖，也不是叫你等我派股票号码，我会用更简单的方法带你理解3件事：第一，致富雷达，怎样找出真正跑赢市场的强势股；第二，致富密钥，怎样判断比较好的买入点，不是看到升就追；第三，致富护盾，怎样在看错的时候控制亏损，不让一笔交易伤到你。如果你不想每次都在 AI 股升完之后才后悔，不想每次回调都分不清是机会还是陷阱，不想一直靠别人的答案做决定，点击下面的资讯栏，把握有限名额，先去听这堂免费公益课，先把基本框架学好，再回来看 AI、半导体、强势股，你的判断会清楚很多。最后总结，这次英伟达台北 GTC 真正重要的不是短期股价升跌，真正重要的是它让市场看到 AI 叙事正在扩散。但你要记住，叙事不等于买点。一个故事再大，如果你买在错的位置，一样会输钱。一只股票再好，如果它没有强势、没有确认、没有风险回报，一样可以不是好交易。你觉得 AI 热潮还会持续多久呢？老黄的愿景真的能实现吗？你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们集思广益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。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通过实事来简单化的讲给你听，也请你把今天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。我们下条影片再见。